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你推荐一本改变无数人职业生涯轨迹的经典之作，优秀到不能被忽视。这本书的作者是卡尔·纽波特 （C.A. Alan Newport），一位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乔治城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同时也是一位畅销书作家。纽波特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严谨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揭示了如何在职业生涯中脱颖而出，成为那个优秀到不能被忽视的人。在当今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代，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建议：追随你的激情，做你热爱的事情。然而，纽波特在优秀到不能被忽视中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激情并非职业成功的关键，真正的关键在于工匠精神和刻意练习。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颠覆了我们对职业发展的传统认知，还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帮助我们在职场中实现卓越。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因为在某个领域表现得如此出色，以至于你的工作成果、你的专业技能、你的独特贡献，让任何人都无法忽视，那将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这正是优秀到不能被忽视这本书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第一部分，激情神话的破灭。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纽波特对激情神话的批判。在书中，纽波特指出，许多人盲目地追求所谓的激情职业，认为只要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和幸福。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纽波特通过大量的研究和案例分析，揭示了激情神话的虚幻性。他引用了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 的例子。众所周知，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演讲中，鼓励年轻人追随你的激情。然而，纽波特指出，乔布斯本人并非一开始就对科技充满热情。他的成功并非源于对科技的热爱，而是源于他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和对产品设计的不断打磨。纽波特认为，激情是结果，而非原因。当我们在某个领域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技能，我们才会对这项工作产生真正的热情。这种观点颠覆了传统的激情驱动模式，提出了技能驱动的新模式。那么，如何将这一理念应用到我们的职业生涯中呢？纽波特建议，我们应当专注于发展自己的工匠技能，即那些能够为我们带来市场价值的专业技能。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我们可以在某个领域达到精通，从而获得职业上的成功和满足感。例如，假设你是一名市场营销专员，你可以通过学习数据分析、消费者心理学等知识，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随着技能的提升，你的工作表现会越来越好，最终你会对这份工作产生真正的热情。第二部分，工匠精神的培养。接下来，我们来深入探讨工匠精神这一核心理念。纽波特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刻意练习来培养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并非简单的勤奋工作，而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练习。它要求我们不断挑战自己的舒适区，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弱点，并通过持续的反馈和改进来实现进步。纽波特引用了安德斯·艾利克森 （Anders Ericsson） 的刻意练习理论。该理论指出，任何领域的专家级表现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长期的、系统的、有目的的练习获得的。刻意练习的关键在于：一、设定明确的目标，每次练习都要有具体的目标，而不是简单的重复。二、专注与投入，练习时要全神贯注，避免分心。三、及时反馈，通过反馈了解自己的不足，并进行针对性的改进。四、走出舒适区，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尝试新的方法和技巧。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将刻意练习应用于任何领域。例如，如果你是一名程序员，你可以通过参与开源项目解决复杂问题，参加编程竞赛等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编程技能。纽波特在书中提到一个案例，一位年轻的音乐家通过刻意练习，在短短几年内从一名普通的音乐学院学生成长为一名国际知名的演奏家。这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刻意练习的巨大威力。纽波特在书中写道，如果你想在一个领域达到世界级的水平，你必须愿意付出努力，进行长时间的、系统的、有目的的练习。这种练习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过程。第三部分，构建职业生涯资本。在书中，纽波特还提出了职业生涯资本的概念。他认为，职业成功并非取决于我们拥有多少激情，而是取决于我们积累了多少职业生涯资本。职业生涯资本指的是我们在某个领域积累的技能、经验和声誉，它是我们在职场中获取机会、赢得尊重、实现价值的关键。纽波特指出，职业资本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长期的积累和投资获得的。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积累职业资本：一、发展稀有而有价值的技能，选择那些市场需求大、竞争相对较小的技能进行发展；二、不断学习和提升，保持学习的热情，
持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3.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同行、专家建立联系，寻求他们的指导和建议。4. 创造独特的价值，通过创新和创造，为你的工作增添独特的价值。例如，如果你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你可以通过学习新兴技术、参与大型项目、发表技术文章等方式来积累你的职业资本。随着职业资本的积累，你将获得更多的职业机会和更高的职业地位。纽波特在书中提到一个案例，一位年轻的工程师通过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最终成为了一家顶尖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这个案例展示了职业资本的力量。纽波特写道，职业资本是你在职场中最重要的资产，它不仅决定了你的市场价值，还影响着你对工作的满意度和成就感。第4部分，控制力与自主性。除了工匠精神和职业生涯资本，纽波特还强调了控制力和自主性在职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控制力指我们对工作内容和方式的掌控程度，而自主性则是指我们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掌控程度。纽波特认为，拥有控制力和自主性可以极大地提升我们的工作满意度和职业成就感。他引用了丹尼尔·偏克 （Daniel Pink） 的动机 3.0 理论。该理论指出，人类的3种基本动机是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为了提升控制力和自主性，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种策略。1. 设定明确的目标，为自己设定清晰、可实现的目标，并制定详细的计划。2. 寻求反馈和建议，定期向同事、上级或导师寻求反馈，了解自己的不足，并进行改进。3. 创造灵活的工作环境，尝试与上级协商，寻求更灵活的工作安排，例如远程办公、弹性工作时间等。4. 发展多元化的技能，通过学习新技能拓展知识面，来提升自己的职业竞争力。例如，如果你是一名设计师，你可以通过与客户协商，争取更多的创作自由，或者通过学习新的设计软件，来提升自己的职业控制力。纽波特写道，控制力和自主性是职业幸福感的基石。当你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方式拥有更多的掌控力时，你会感到更加充实和满足。通过以上对优秀到不能被忽视这本书的详细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职业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我们付出持续的努力和智慧。纽波特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方法，帮助我们从激情驱动转变为技能驱动，从盲目追求转变为理性规划。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不仅为我们揭示了职业成功的真正秘诀，还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我们应当 1. 破除激情神话的迷思，认识到激情是结果而非原因。 2. 培养工匠精神，通过刻意练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3. 积累职业生涯资本，选择那些稀有而有价值的技能进行发展。 4. 提升控制力和自主性，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灵活和自主的工作环境。现在是时候行动起来，去追求那个优秀到不能被忽视的自己。无论你身处哪个行业，无论你现在的职位如何，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不断学习和成长，你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记住，职业成功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在你的努力和坚持中。让我们一起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去创造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感谢你的聆听，希望这本书能够为你带来启发和帮助。如果你对这本书感兴趣，不妨找来一读，相信它会为你打开一扇通往职业成功的大门。祝你在职业生涯中不断进步，成为那个优秀到不能被忽视的人。谢谢。